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陈世轩议员、尹乃菁小姐、林佩祥委员、李博议员、林涛议员。好，那么大陆最近呢说这个围着我们哈，那他也不说他演习了啊，他这次声音很低调哈。那我们是说他有7个叫做航空保留区了，1、2、3、4、5、6、7。那一个离马祖很近，一个离金门很近啊。但是呢，张静又说呢，乱讲啊，说根本没有什么空域保留区，没这个东西。大陆的航空法规、台湾的航空法都没这个哦。说怎么搞出什么怎么弄出来这个名称的了哈？好，我们的国安高层最近是国安高层国防部很保守，国安高层一直叭讲很多话哦。啊，特别透过外国媒体啦、放话等等，国安高层说，大陆花了70天来布阵，哦，而且发动了90艘舰艇封锁台湾。后来国防部说只有60艘左右，哦，其他是别的，什么海警啊，什么，并不是军舰啊，等等哈，所以看起来国防部相对来讲反而比较保守哈。经常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经常是这样，就是当时。这个美国总统甘乃迪想要不要炸古巴的时候，文人都主张炸，军人都很保守。哦，军人知道那个打仗下去的那个后果很惨啊，惨不忍睹哈。那共军说这个大规模包围台湾东部，国军只是讲数量很惊人，国军连几艘其实都没讲，就是反正很多了啊。那这是1996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行动吗？专家说这次不是只有对台湾了。也恫吓日本、韩国、菲律宾哦，很多船切断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通道哈。那这个大陆外交部说，这是要坚定捍卫台湾主权，因为连下2天他们都被记者问嘛。那另外因为这次国安单位在赖清德出国之前就说，老共会办演习，什么利剑 C 啊，之前哈有什么 A、B 啊、1、2，这是一定有利剑 C 3。哦，到时候会这个针对赖清德在出国期间或回来呢，会大规模的演习，哦，表示抗议。就国台办也被问到，他说这混淆视听，哦，所以说没有针对赖清德做什么，这类挑衅要反制惩戒，你们乱讲一通啊。而且美军也说这次呢，在大陆东方跟南海的活动。不是对赖清德的过境的回应，不是的啊，老共好像这次没有什么反应啊，随便你们要干嘛了啊？那国防部说他们想要把台海内海化，就是大陆、台湾，然后在这边围，那这样的话就把台湾推到这个内部内海化。我们看一下。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动向。我们是高度警惕，绝不会听之任之。我们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保障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红海指出，苏澳港口11号上午7点左右，机动机军舰往太平洋方向移动，实施海上监控。10号晚间，对岸军事频道中虽然曝光解放军侦察兵训练成果，对于海上行动却连文字、图片都没有。北京是早就做好因应，明年1月20号，川普就任之后，他希望让川普非常清楚，这个台海议题是中国大陆最关切的，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强调说，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核心中的核心。解放军行动规模升级，或许不光是冲着台湾而已。佩祥怎么看？我记得最近川普刚讲过刚接受一个采访，他在那个采访里面非常的模糊，不过他主要的意思是说，他没有保证过他会出兵来帮忙台湾。那另外一方面，我记得今年5月底的时候有一个香格里拉安全论坛，那个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时候，我记得是董军把他们的外交部、他们的军方的高层有在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面讲过一些话，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大陆这几十年来，他们都是采取说以防
防御为主的战略。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不会主动去对外攻击。自从最后面的中越战争之后，大陆是没有对外攻击过，但是他们对于整个领土的完整性，他们是非常看重的。而这领土的完整性不是只有台湾，包括南海的问题，包括跟菲律宾之间的交手，甚至包括说跟那个韩国跟日本之间。所以说，这整个其实。刚刚这个李大中所长讲的，我很同意。其实全部都是在给美国在1月20号一个 signal， 说这是未来是一个全新的世代，一个全新的一场权力游戏。那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僵局在这边，我们的疆界在这边。你如果要过我们的疆界，你要考虑再三，因为我在这边疆界我是很有坚决性的。而川普到目前为止，他能够当选的原因，他并不是因为说他跟拜登一样实施所谓的这种中俄包围网，还是说这联合所有的民主联盟之类的。川普能够当选的是因为他回归所谓的传统派，他希望说国内能够减税，他希望说国内的问题可以先解决，他反对所谓的 DEI 之类的。所以说，川普如果当他在对内实现他对于选举之间的承诺的时候，对外的时候，他就很明显，他可能会用所谓的贸易战，他可能会用所谓的关税来去扩大他的影响力。那实质上的军事行动或实质上军事支援，他可能不派兵，也不会给钱。所以说，这严格讲起来，就是全部的国家其实不只是只有中国、俄国，最近俄国把这个好像是叙利亚的那个总统上把他救回去，全部都在。打算为了1月20号之后这个全新世界的这个争霸局面做出最好的盘算，而中国现在去做出这一个的军事演习，我认为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为了第一岛链，他要给美国看，说我有这个能力把第一岛链完全保卫住。那你现在接下来你的牌要怎么出？美国其实选举过很多次啊，选总统。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还没就职，全世界都很紧张，看到底怎样哈？来，南京，这次的有点诡异了哈，有点蹊跷。就第一个呢，就大陆方面呢，中共呢，不管是军方、官方、国台办呢，都异常的低调哈。但是我们的军方呢和国安人员呢，却异常的高调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所宣布的这个讯息，就说有国安人员呢对外宣称有90艘的共舰加这个海警船，然后分布在台海、东海、南海、日本南部的岛屿哈，就好像是形成了是一种从第一岛链延伸的一种包围的态势。可是相形之下，日本的防卫省呢却说6号到9号呢只有监测到2艘共舰，怎么会消息差异这么大呢？如果说真的是出动了90艘的话，那日本的防卫省难道都不会警觉吗？难道都不会警示吗？为什么美国军方呢也都没有讲呢？这是不是表示是说我们的国安单位呢在赖清德出访之前的时候说有联合利剑 C， 结果大陆没有联合利剑 C， 等到他回来之后又说会有联合利剑 C， 还是没有联合利剑 C， 结果是怎么样？大陆非常的小看赖清德这次出访所带来的影响性吗？那这样子的话，对他整个的对于台湾所释放的那种大陆谋我益胜哈，然后呢，针对我们的我方的挑衅，好像不构成那样子的一个分量，所以呢，就逮到了。为什么他这次反应这么低调？我觉得他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军方呢，现在是就是说抓着大陆的上海的飞航情报区，就公布了那个7处的所谓的空域保留区之后，我们军方是主动帮大陆解放军发布这个讯息然后国安人员呢又加码，就说有90艘的这个军舰呢，这个围着这个台海，这真的是有夸大之嫌了哈。然后军方又说呢，是1996年以来台湾所面对一个最大的危机，这也不是事实啊，因为它空域保留区它所划设的范围是在海峡中线以西然后靠近他那边了，对，靠近他们那边。然后呢，那个军舰，好吧，就算是有如国安人员所说的有90艘好的，离台湾的本岛很远，台风金马很远，不像是联合利剑 A、联合利剑 C， 他们就是把台湾整个的包围起来，一块一块的那个区域画的封得很紧。更何况在更早之前的时候，裴洛西来台湾之后的那个围台军演的时候，还射了飞弹
那你如果说他真的是有摆在这个南海、东海布下那个阵来的话，那明显的其实就像是佩祥刚才讲的，他就针对美国，你最近在这个区域里面，你还派了3艘的航空母舰，现在有3艘，对，篡夺这个这边怂恿菲律宾在南海方面一再的这个声势，所以中国呢也就摆出了一切的阵势来哈，就是你真的要进入这个区域，你有这个能力吗？但是这都不太合逻辑哈。如果说是像这个军方所说的，对于我们台湾的威胁如此之强大的话，那他这一次呢，他的那个辽宁舰啊、山东舰啊、福建舰也没有出来啊，然后所以那他这样布阵带来的威胁感何在呢？然后现在呢，事后又在说啊，为什么大陆这么的低调呢？第一个非常的有可能是因为呢，之前的时候呢，习近平跟这个川普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之后呢，实在是不宜哈，就是说在这样的期间之内的两个人谈话的气氛不错，不宜在这边。川普说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就是啊，对，就赵先生的逻辑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他根本没有谈到台湾的问题嘛。他在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是被 NBC 的记者逼着问台湾的问题才出来，逼了3次。所以他跟习近平两个关注的焦点本来就不在这个地方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么的低调呢？是因为呢，现在呢，两岸呢正在举行那个企业家峰会。然后大陆呢又在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呢，讨论经济问题，然后呢也着眼于海峡论坛，着眼于双城论坛，所以要营造一个气氛。这不是瞎了吗？这不是开玩笑吗？如果大陆呢今天真的要刻意的要营造这样子一个气氛呢，是要给赖清德当局施压的话，他哪会管你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事后再找一些说辞了。我们自己的判断了，但是经常有时候判断不见得准，而且现在看起来我们是要把事情弄得越大越好了哈。来，林涛怎么看？是有蹊跷，我非常认同刚才乃金姐的说法。基本上呢，整个你说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部件啊，它为什么不马上宣布有2024C 的联合利剑？就状况不是像国防部讲的这样嘛？我必须讲现在看起来就是他把这个海上的力量部件在东部，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这个美国援军来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阻挡，然后他把空中的这一种保留区设在台海，所以台海交战最主要就是一个空域的防御。好，这我觉得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在这次战略很清楚，可是重点来了。目前看起来美国老神在在啊，美国国防部奥斯汀的部长他讲说。没有太大的动态。最近不会。对，最近没有什么动态。如果有动态，美国一定知道。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美国盯中国大陆盯得多紧，怎么可能中国大陆说是史上最多的这个军舰的这个部署，美国会老神在在？那你另外看一个，现在我们国防部的次长、情报次长出来讲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情报次长用非常情绪化、非常不专业的口吻在讲说，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是多惊人！历史的数据要比对，然后数量从90一路下升到72，现在又下修到64。然后我们把雷达调出来看，看起来只有2艘的大陆海警船在这个东部的外海啊。所以你到底这个资讯你在配合什么政治作战嘛？我高度的怀疑。基本上现在国防部夸大整个中国大陆的军舰演习或是部件，全部都是为了阻挡两岸的交流。你过去看到这个马龙很成功。然后就抓了一个复旦的一个讲说中国台北就杀，那我们也不认同中国台北。可是一个学生的发言，有必要说是5年禁制，然后好像台湾现在是这种民主独裁戒严的国家，针对某种言论自由，你就要把它做这么大的处置。另外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国民党的资产，蒋万安市长民调这么高，一直创新高，然后20到29岁还创造史上新高，为什么？因为他懂年轻人这些语言，他也走一个中间路线，然后呢，他愿意把这个台北市跟上海的这个双城论坛延续传统，好好的让兵凶战危的状况之下，还能保持一席的第二轨的交流，这是台湾人民看到最重要的部分啊，这可以减低误判，增加善意。结果赖清德好啦，你这个国防部就搞得很兵凶战危，你看兵凶战危你还要办，你是什么态度，对不对？你是什么立场？为什么兵凶战危人家威胁你了，你还要感觉好像委曲求全？所以这就是现在赖清德政府在做的反差，这是非常恶质的。休息一下再回来。
郭正亮的分析了，说到了这军演呢，它主要呢，这个美军如果介入台海的时候，有3条路，都告诉你说你3条路走不通。哪3条路？我们看看哈。第一个是关岛，哦，那第二个呢从日本下来，关岛、日本，哦，然后呢这个菲律宾上来，啊，换句话说，你不管从这边过来，上面下来，下面上去。啊，他的基地嘛，对，就是他在这地方都有基地了，老共都有办法挡你啊，这是郭正亮的分析了。那美国也很高兴的宣布说，他们第一次在关岛测试弹道飞弹的拦截成功了啊，把那个弹道飞弹拦截起来哈。那这是要强化第2岛链防空能量。美国国防部说，关岛的中程弹道飞弹拦截测试成功哦。所以这次叫这个飞行的什么飞行实验哈，那第一次在关岛测试弹道导弹的拦截，就老共现在如果你要发导弹去打美军基地的话呢，我们可以拦截你，让你打不到啊，中间人把你毁了啊，这叫做飞行实验任务02动2啊，那它主要呢是有全新的这个雷达跟呢这个直发射系统，那这个神盾系统。2个呢发射标准3型的这个 Block 2A 飞弹，然后呢拦截你啊，我们看一下。美国飞弹防御局公布画面，发射标准3 Block 2A 箭射型的防空飞弹，首次在西太平洋关岛成功完成弹道飞弹的拦截测试。美军表示，这次测试使用的是神盾反飞弹系统，结合新型的 AN/TPY-6 雷达以及垂直发射装置，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海岸附近发射了1枚标准3的飞弹，成功的拦截1枚空射型的中程弹道飞弹，还说这是增强关岛防御的重要一步。演了不宣，类似海上的军事这种游行的活动，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彰显北京它是要从陆权走向海权。是否一再掌握第1岛链？如今又有国安人士释放讯息，指共军近日军事部署是199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行动。这样的规模会需要70天，不宣布演习是为赶在美国新旧政权交接期做出战略威慑。关岛是美军在第2岛链的战略中枢。关岛跟中国大陆的距离比夏威夷还近。虽然美军没有声明提到中国大陆，但是目前台湾海峡高度紧张，解放军大规模海上部署，可能即将展开联合利剑2024C 的军演，时机点非常敏感。美方嚇阻的目的非常明显。博弈，这是美国国防部很高调的宣布啊。他说，在关岛外海进行的飞弹防御测试，成功拦截了1枚中程导弹飞弹，很高兴。包括了路透社还加码说啊，这次拦截测试很成功啊，凸显了五角大厦应对飞弹威胁的决心。奇怪，美国这种很高兴、很自豪的态度，让我觉得很奇怪啊，这是美国该要展现出来的态度吗？这不是很基本的事情吗？所以让我觉得这个新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啊。有一种状况，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政策有点改变了。以往都只是单纯的主动攻击啦，现在加了一项叫做被动防御啊。因为以往美国都是用强大的攻击型力量来震慑所有的国家，但这一次关岛拦截飞弹测试啊，显示出美军已经在思考啊，如果美国本土遭受攻击，他们要来如何做应对了？因为可能中国大陆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觉得美方这回测试的一个防御啊。好听一点叫做展现出了他们强大的防御能力，但实际上我觉得凸显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变相承认共军的实力已经有能力突破第1岛链，不止威胁第2岛链的关岛，甚至连美国本土它都有能力去攻击到它，这才是美国现在改变战略一个最大的要点。所以面对中国日渐强悍的这个军事策略，我说真的，民党要多注意啦，就是对岸它的战争准备越来越细，越来越周延。我们台湾到底做了什么？我觉得必须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不要再只是会讲一些空话了。像赖清德总统啊，讲了很多很好听的空话，他最近还宣扬啊，他说他这次出访啊有3大收获，其中一项收获是什么？凝聚海外挺台湾的力量。中国大陆已经将近100艘军舰包围台湾了，我怎么都还没看到海外挺台湾力量出现啊？这些空话真的不需要多说，要知道以前美国可能跟台湾真的很 close， 因为说会保护台湾的只有拜登啊，川普上来完全没讲过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赖政府
包括民党政府，与其花很多的心思，还要想去讨好抱美国大腿，倒不如真的坐下来，好好的与对岸谈一下。因为毕竟双方能够坐下来谈，我觉得对于两岸接下来的关系才是有真的改善。美良君，我觉得大家现在在谈说，到底是不是这个中共到底有没有这样进行一个军演的行为哦？那我觉得大家现在讲说国防部过于夸大哦，其实我觉得这大可不必啦哈。就是今天早上呢，国防部有提出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从昨天的早上6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大概有53架次的共机就是来飞行接近台湾，那总共有23架次是跨越中线的部分。那共建的部分有11艘的共线，然后呢有8艘是公务船，然后那所以其实这几年下来啊，当然共建扰台也不是说首次发生，但是问题是当架次提升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因应哦。那我们看到说这一次包含美军有这个宣布说有成功拦截飞弹等等的，我觉得这一些其实非常重要。它在宣示一个什么？就是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也可以连接到说最近当然南韩内部有发生一些状况，所以其实整个印太地区的区域稳定，其实是我认为在现在其实是有一点点紧张的哦，因为你也看到说中共在这一次大家会以为说，它是不是有军演，但实际上却没有宣布所谓的军演名称哈，所以它到底是在内部有这样的军演，还是说是因为中共内部当然自己在海军跟陆军，其实内部军方的部分，其实他们自己在政局上有一些内部的调查跟状况，是不是因为中国自己的军事系统里面有一些矛盾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军事演习的部分，他们可能就没有这样子大动作来宣布。但总而言之，在整个印太地区，我们现在台湾能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嘛。刚刚其实我觉得博弈讲得很好哦，美国从过去原本以进攻的方式哦，可能以攻击性为主这样子的一个防卫，但到现在它出现了主动防御的部分，所以台湾为什么在这几年下来，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所谓购买防御性武器，然后增加自己在军事上面的战力跟防御能力，所以这件事情在防御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我想是不管是日本、韩国、台湾，然后以及在美国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一起要来共同努力的。以前我们演习的时候，常常说我们这个比如嘉山基地的，反正空军基地的跑道被炸了，对，然后呢，这个战斗机被封在山洞里出不来，赶快去抢修。他们这是演习，他们的机场被炸了，他们机场的跑道被炸，他们怎么抢救？所以这是有一点跟以往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了哈。来，世轩，我觉得刚刚亮君一部分我认同，就是说我们要有所因应。那针对现在不管在台海或者是中共所有的军事行动，我想大家都会认同的是什么？这个事实上其实也是军演，只是说名称上他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台湾到底国防部做了什么样的因应？除了夸大其词以外，我要讲一件事情。其实我在新北市淡水市民就有跟我反映说，他们看到装甲车，吓了半死。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就我了解到的是，国防部也研判这一次中共可能会有出动071型的或075型的2栖作战攻击舰，那它必须要有所因应。所以我觉得这些资讯其实这不是什么机密，我们都会知道，你应该告诉民众。第二个我还要讲一个，我们向美国采购的这个 MEA-2T 38辆的这个战车，这个月中到台湾。它现在在哪里？它站在太平洋上，所谓的国防部委托的这个国安轮这个船进来。那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很多的讯息，比方说从南部进港口、中部还是北部，我相信这个是国防部的策略，它这个是机密，要有烟雾弹，我完全认同。可是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台湾国防部应该要去关注、去做有所准备的事情，不要因为这些军事行动而有所影响。那我觉得。讲一下这个关岛的这个飞弹，我们当然乐见美国有这样子防御型这样子的飞弹拦截测试成功，因为这个代表的是在西太平洋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防线的这个武力。但是我也必须要讲在这个伊朗200枚的这个叫什么火箭雨、飞弹雨，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最有名的这个铁穹防空系统其实还是会漏接。那今天如果我们反观中国大陆的火箭军，你认为他们第一大工业国的技术会输给真主党吗？这是我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最好的防空系统就是避战。避战，对了，大家都觉得避战很重要了啊。不过看起来，两岸这个都没有往避战方面去努力了啊。就是说，再怎么样就要努力嘛，努力成不成不知道了啊。但是就像那时候蒋介石跟日本也是这样讲啊，对不对？哦，这个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哈。反正基本上就是。真的没办法了，穷尽一切的努力没有办法了，那要打那就非打不可嘛，
但是你有没有穷尽一切办法？休息再回来。